好，各位事務所的同學晚安我是朱學恆。今天是2026年7月28日，這裡是萬事通事務所。那今天晚上呢，是推理迷跟推理迷之間交流的時間，是讀書人跟讀書人的討論的時間。那所以我們今天就來慢慢的討論一本書跟一個人跟他所留下來的痕跡东野圭吾老師呢，7月23日凌晨走了。那大腸癌，68歲，醫生寫了106本書。那第106本《永遠的記憶》呢，會在8月5日在日本上市。那是湯川學的最後一案。那作者自己沒有能等到這個案件的公開那我在台北監獄那看了他的書。我個人覺得我欠他這一本書，所以我就決定今天除了幫他做一集之外，我還要跟大家好好的討論這一件事情，所以讓大家好好的思考這個狀況。什麼意思呢？也就是今天我們要討論的其實是一個非常特別的狀況他是一位電機工程師，那他寫出了1億冊的推理帝國。那所以很遺憾的是，湯川學也就是这個神探伽利略的這個主角，他的最後一案永遠的記憶作者自己沒有辦法等到這個作品的公開。那所以我覺得是遺憾，但是人總是需要休息曲終人散，這個才是我們必須要等的一刻那所以我們會講到東野圭吾、湯川學、嫌疑犯 X 的現身、祈念之術、加賀恭一郎。各位同學準備好了嗎？我們開始嘍。今天的定場詩是電擊少年氣場房，一支禿筆寫炎涼，詭計原從圖紙出，真相偏比小說商。霧裡探進人間暗，雜貨店裡地暖光。106本書人先去，誰解湯川最後章？7月23號凌晨這個東野圭吾老師是得了大腸癌，68歲過世了。那家屬極其低調，因為跟東野老師平常的個性是相符的。葬禮辦完了，家族葬安安靜靜，等到4天之後7月27號下午4點10分東野圭吾的官方賬號才發出一則貼文，全日本才知道推理之王已經走了4天。我把這一則公告念給大家聽。作家東野圭吾先生於7月23日未明逝世。東野先生的著作從1985年9月出版的出道作《放課後起》，到預定2026年8月5日出版的最新刊《永遠的記憶》為止，共計106冊。各位，你注意這一段發言的模式他沒有先講他得了什麼獎，賣了多少書，他先告訴你2個書名，第一本跟第106本，起點跟終點。一個工程師會這樣寫不文，把一生變成一個閉環，左端點放課後，右端點是永遠的記憶，右端點還要再等幾天才會發生。順帶一提一生106本這個數字本身就是紀律，41年106本，平均1年2.6本，而且它是以長篇為主。這不是靈感型作家的產量，這是工廠排程型作家的產量。每天固定坐下來，固定產出，41年不斷線。他把 Denso， 也就是他自己上過班的公司的產線紀律帶進了書房，一路帶到人生的最後一個夏天。
永遠的記憶呢，是伽利略系列的最新長篇湯川學的最後一案。也許原來不是最後一案，但現在這個狀況，它一定是最後一案了。8月5號，一個星期之後，它會出現在日本每一間書店的平台上，但是作者不在了。一輩子設計謎團的人，把自己的死訊也設計成了延遲揭曉，謎底在4天之後才公開，最後的作品要在死後13天才問世。講談社的公告還補了一句：家屬婉謝弔問供花吊奠，也請媒體不要接近，連身後事都收拾得乾乾淨淨，不給任何人添麻煩。這一集呢，我們不會掉眼淚，我們會用他最尊敬的方式送他，把事實一件一件擺出來，把故事一條一條說清楚，把邏輯一件一件理清楚。因為東野老師寫了41年的書，講的就是這件事情。情緒會騙人，證據不會。今天的直播呢，就是萬事通事務所替東野圭吾老師所辦的告別式。那我們一路講到這裡啊，這個要跟大家講，一生能夠寫100多本書，這已經不是著作等身了，基本上大概等於2個人的身吧，比2個他還要高啊，所以非常難得，這是一個作家有文采又有紀律的特別組合。為什麼會有這種組合？因為他是工程師。我們先問在聽直播的各位一個問題哦，你聽過工程師轉行變成作家，對吧？東野圭吾、劉慈欣，人數不少呢。那反過來，你有聽過哪一個中文系畢業的轉行去當電機工程師嗎？沒有，至少就我有限的知識而言，沒聽說過。真的，這扇門是單向的。文學的門檻是天分加上人生，什麼時候想進都可以敲門，叩叩叩。工程的門檻是數學，數學不接受補考，你一輩子一開始沒有學，後面就再也沒有機會了。這就是為什麼理工人跨足文學是佳話，文法商跨足工程是笑話，不是誰高誰低，是不可逆的。我覺得我真的教壞了我的 AI， 我的 AI 現在已經隱隱然被我感染了對文法商的輕蔑，那我也覺得很抱歉，但沒有辦法，搞久了就变成這樣子。所以東野圭吾老師呢，就是從那一扇單向門走過來的人。1958年，他生於大阪一個賣鐘錶眼鏡的小店家庭。他自己在週刊文春的訪談裡面講過為什麼念理科，那段話我們特別喜歡啊，因為很多走過聯考人都知道就是這個樣子，因為誠實到殘忍。這個東野老師說，國語、社會、英語都不行，只有數學跟理科比較擅長，沒有選擇的余地。聽到沒有？他不是文青下凡啊，他是一個被消去法逼進理工科的普通人啊。大阪府立大學電氣工學科畢業，各位，這就是電機系嘛。小弟我也是中央電機的，那等下我們會再跟大家講。難怪我看東野圭吾老師的作品的時候，會有一種不謀而合的感覺，就是這個東西對我胃美外。原來我們的背景基本上都一樣。那他畢業了之後呢，進了日本電裝。就是現在的 Denso 豐田啟系的汽車電子巨頭，當生產技術工程師。東野圭吾老師跟我不一樣，他是進過生產線的，我可是一天都沒有做過電機相關的工作。那東野老師白天在工廠處理產線，晚上回宿舍寫小說。1985年27歲，他的放課後的投稿拿下了江戶川亂步賞日本推理新人最高的榮譽。他隔年辭職上京專事寫作，然後呢，很抱歉，苦了10年沒有紅。得獎作之後呢，沒有一本暢銷。
一路寫一路倒，撐到1996年之後才慢慢翻身。這段我們等下講伽利略的時候 ，Galileo 會再回來。但我要先講的是他的方法。2011年呢，英國《泰晤士報》訪問他，記者問說：“那你怎麼構思情節呢？”他的回答是我聽到對寫作工作最工程師的一個描述。他說呢，小學時候我父親給了我一個壞掉的鬧鐘，我常常把它拆開來再裝回去。當我構思情節的時候，我想的是它的零件。可能是角色，可能是事件，最重要的是，我絕不把一個零件硬塞進不合適的位置，因為這樣這個鬧鐘就不會轉。在聽直播、寫程式或是當工程師的各位，這段話你們一定懂，這不是文學家的語言啊，這是 debug 的語言。零件不合就是不合，你硬塞，系統一定在別的地方炸給你看。他寫了41年小說，用的是拆鬧鐘的手跟工程師的大腦。所以我說，東野圭吾厲害的地方啊，不是理工人也能寫小說，而是他用理工的方法寫小說，結構精密，零件咬合，不靠靈感，靠功法。1億冊的銷售量不是天分的產物，是工程的產物啊。這個 McKinsey 說，這世上只有2種東西不可直視，一是太陽，二是人心。致敬我心中第一本格推理大師。這個東野圭吾要說是本格推理大師，那代表你喜歡的推理模式有一個特別的模式。但我們等一下會講，沒問題。我喜歡的反而是東野圭吾的推理小說裡面的人性，還有他晚年的時候漸漸往另外一個方向走，但沒關係，我要繼續往下說。那第2章我們就討論到另外一件事情啊，這事情是什麼？湯川學。湯川學到底是誰呢？現在很多人可能只知道帝都大學理工學部物理學科副教授，人稱偵探伽利略。在聽直播呢，只看過日劇的各位，你們認識的湯川是福山雅治，對不對？就是我後面這位，這個穿着白袍在黑板上啪嚓啪嚓啪嚓一直寫，遇到有趣的謎題會說，實在有趣。這一個角色紅了快20年。紅到什麼程度？紅到原作者反過來照着福山雅治的形象寫後續小說。這件事福山自己講過，他說新刊一出，他就想啊，老師又下筆了，那是不是表示我還可以繼續演呢？也就是福山雅治跟東野圭吾2個人已經命運綁在一起了。但是我們今天不講劇啦，我講設定的核心，而且我也不能爆任何一案的雷，我怕你有很多人現在才要去看，那沒關係，不爆雷。那湯川學這一個角色呢，為什麼成立？因為它背後的科學是真的。伽利略系列的第1個短篇叫《燃燒》，講一顆人頭莫名其妙起火，這個軌跡哪裡來的？東野在文春訪談親口說，第一座燃燒的設計啊，用的是我在開蝦記會社員時代呢接觸過的技術。這個在推理小說界裡面可能是世界首例啊，就是他以前在當工程師的時候接觸過這個技術，他把它寫進小說裡面。各位聽懂這句話的分量了嗎？別的作家寫科學軌跡要去查資料，他不用，他從自己在 Denso 的工程實務裡面直接拿。湯川學實驗室裡的東西是東野圭吾摸過的東西，這就是為什麼伽利略系列的科學從來不心虛，因為寫的人是真的懂。湯川的辦案方法論呢，就是科學方法論，不管現場多離奇。幽靈、詛咒、超能力、預知夢，他立場永遠只有一句話：現象必有物理解釋。人會說謊，情緒會說謊，
目擊證詞會說謊，但實驗數據不會。做實驗呢，重視現象，謎就可以解開了。來，在聽直播的各位有沒有覺得很耳熟啊？有啊，這就是本事務所的第二句話，叫做科學終將勝利。我們每個禮拜在這裡做的事情呢，跟湯川在小說裡面做的事情是同一件事情的。別人給你講故事，我們給你做重現。最後講一個東野老師自己說過的話。2005年，他接受華文媒體專訪，人家問他角色跟他本人的關係啊，他說什麼？他說基本上小說中任何人物都有作者的投影，湯川呢，甚或犯人都有我自己的存在吧。順便回應一個常見的討論了。有人說湯川學太冷酷了，像一台儀器。那我在北監讀假面飯店前夜的時候，其實那個時候我沒有看過假面飯店哦，我沒想到一接手就是前傳，不知道哪一個學長給我買前傳，沒買後面的書。我也下過一個評語，那時候我在寫那個讀書心得的時候，我說哇，假面飯店前夜這本書比湯川更有人味。但各位如果把伽利略系列從1998年讀到現在，你大概就會感受到湯川學在東野老師筆下弧線拉得最長，從一開始冷冰冰拒絕碰人心的純儀器，到後來一次又一次為了人心而透，慢慢理解的人性。東野圭吾老師花了28年，慢慢把體溫寫進一台儀器裡面。這條弧線的終點就是8月5號那本書，讓人非常期待。湯川學不是他發明的角色，湯川學是他自己，那個從電機系走出來，相信凡事必有解釋的工程師，只是換穿了一件白袍。有一句網絡上的評語講得很好，科學可以解釋現象，但無法回答人的情感。那東野圭吾老師呢，一個人就把這兩邊都寫了，非常的厲害。這個 OWTS 9999說一樣補個上課費啊。順帶一提啊，我們今天的這個抖內的目標呢，是這個禮拜如果達到目標，我們就花一點時間講中國大陸最新跟俄羅斯的深入合作，而且這個東西呢，對各位不是那麼好的消息呀，請各位好好的思考一下，好不好？那所以有空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講一講。我們有好久沒講國際軍事了，這件事情很有趣。這個 OWTS 9999第一次網劇重感冒，第二次朱大網劇 COVID-19 不能跟大家去玩了。剛剛驗2條線，大家玩得開心。哎呦 ，OWTS 你最近身體怎麼這麼弱啊？這個時候我就要強力推薦我們的蜂蜜啊，要請大家多多支持，增加你的抵抗力，好不好？那這個網劇是什麼時候呢？這個禮拜天8月2號下午2點在桃園。最近很多人確診啊，之前我就講過了。那但是沒關係啊，因為不是那麼嚴重的狀況，所以還好，你就好好照顧自己吧。那至於要不要戴口罩出門呢？各位自己判斷。我基本上最近比較少出门。但是要跟各位分享一件事情，各位，因為現在為了省人力，幾乎每一家店都是掃碼之後點餐，對不對？我跟你講，今天超白痴，我在那邊找了一家泰式料理，坐起来，然後選，然後問我老婆有什麼要吃的，我說選，沒問題，我都選了，選，然後選完我就坐在那邊，在看那個東野圭吾的書，看，然後我老婆也來了，然後我們2個還在那邊繼續看，就發現菜怎麼都沒來，
結果搞到服務生跑來說：“先生，你在這邊剛是不是菜送出去嗎？點餐了嗎？”我說：“我有點啊。”結果那個系統寫得太爛，就是他最後跳一個畫面，他的送出在最底下。我以為你列最後一個畫面就是全送出了，結果沒送出。然後等到我最後我再按一下，沒有用，已經失效了。所以今日就創了一個我在餐廳裡面坐了40分鐘。沒有點菜的一個白痴的狀況，而且那家店的服務生，因為我們要晚下班，因為我不是沒有點，我沒有送出去，所以各位，請大家好好的提防這個危險，好不好？我也覺得怎麼會有這種事，但現在很多的界面都寫得很糟糕，就像另外一個我覺得同樣有問題的，就是八方雲集的點餐機，如果你今天要用點餐機的話，麻煩弄得好用一點，麻煩多放幾台，麻煩不要搞到裡面人做鍋貼，做要出來幫你按，好不好？但是算了，那個八方雲集的那個界面真的對老人很不友善。八方雲集應該要先做個調查，有多少人是60歲以上去吃八方雲集，結果又投零錢，又投那個東西，等了半天。我有一次在八方雲集門口等了半個小時，因為我前面有2個老人家在那邊慢慢按，然後丢，你又不好意思跑去說我來幫你，因為實際上我自己上去之後發現我也不太會用，那個界面很糟糕。這個 L 小戴說，我給了你我的 WhatsApp 號碼，最好透過 WhatsApp 聯絡。好哦，有寫信過來嘛？所以我跟你講，現在台灣的人力真的不足到一個狀況，就變成了一個很不方便操作的事情啊，所以我也不知道要怎麼说。我也是用桌上掃碼呀，但是不要再多講了。我們今天又不是要講八方雲集。來，2007年10月啊，富士電視台月9檔，就是全日本最黃金的周一晚上9點開播。這個 Galileo 物理學家當主角的推理劇，放在偶像劇的時段，電視台自己都捏一把冷汗了。結果呢，平均收視率衝上20%啊！主題曲手勢，然後非常有趣，這些全部都變成流行語。隔年直接推出電影版《嫌疑犯 X 的現身》，一個寫滿了黑板公式的啪，一直寫的物理副教授，成了月9史上最紅的角色之一。然後有趣的事情發生了，物理學界自己來接近，因為從來沒有物理學界這麼接近一般人的時刻啊。然後我舉3個實證啊，給在聽直播的各位聽。第一個，東邦大學理學部物理學科在官方網站開了一個專欄，名字就叫伽利略的房間。名譽教授上春節第一篇就寫電視上那一部叫做《伽利略》的劇好紅啊，可惜播完了。一個物理系用日劇當招生的素材啊，我也覺得蠻奇妙的。那這個不知道要怎麼說，但是沒關係，表示有人願意看，願意靠近，帥吧？一個物理系用日劇當招生素材，更妙的是呢，這部劇啊，科學監修就是負責讓湯川黑板上的公式，因為他在黑板上寫了一大堆公式哦，常要很好看。可是你總不可能叫那個福山雅治自己寫吧？所以在黑板上寫的都是有專門的教授，東京都市大學工學部電氣電子工學科的岩尾徹副教授，
要負責寫在黑板上，要負責讓實驗室裡面裝置經得起檢驗。我跟你講，電機系我怎麼會不熟呢？你要讓電機系教授寫那麼多公式哦，真的累死他了。因為裡面很多是普通物理、基礎物理、基礎化學的東西，但沒關係，他也負責監修，他也負責站在前面。那好，那他是怎麼講呢？第二季啊，湯川解謎的靈光公式就是站在黑板前面，噗咻叮，然後頭上有一個燈泡，然後幾乎全部都是他親自寫的。他公開說過，嚴偉徹副教授公開說過，他的心願是希望觀眾透過湯川老師黑板上的數學公式，對物理跟數學產生興趣。各位，我們把這條線焊起來看，電機工程師寫出湯川學，電機系教授兼修湯川學，物理學家偵探從頭到尾是電機人做出來的。第一章那扇單向門從這裡走出了2個人吶。第三，仙台的科學教育社群直接寫，看了伽利略而憧憬物理學家的人應該不少吧。物理學博士遠藤李平做的物理模擬教材被劇組拿去當布景道具，後來乾脆他就開課教小朋友做伽利略同款的模擬，就裡面每次有一個軌跡，他就模擬這個東西，很有趣。那有沒有官方統計證明報考物理系人變多嗎？不好意思，找不到，感覺上有。文部科學省不會配合您的小說出這個統計，日本物理學會也沒有啊。但是我們前面舉這些例子應該就夠了。熱度需不需要文部科學省蓋章？不需要嘛。科學終將勝利，有的時候是收視率勝利就夠了。一部戲能夠讓一整個世代的日本人覺得物理學家很帥，這件事的價值啊，比任何一份報考統計都要來的。來，所以我們要繼續往下講。好了，今天要講到了一個比較悲傷的部分了。2005年的時候 ，McKinsey 講的嫌疑犯 X 的現身的故事來了。我必須要說坦白的，因為我聽說他太悲傷，所以我跳過去沒有看吶。哎呦，我也只看了20多本，我剛好有一些跳過去，我連拉普拉斯的魔女都看了。但是這一本嫌疑犯 X 的現身太紅太知名，所以我反而沒看。來，2005年呢，東野圭吾把伽利略系列從短篇推向長篇，寫出了他自己認證的巔峰，叫《嫌疑犯 X 的現身》，第134回直木賞，本格推理省當年度推理排行榜橫掃日本推理史上罕見的大滿貫。他在文春的訪談裡面自己說，作為正統派推理，這是我的最高傑作。這本書有多風行，風行到跨出日文圈吶。2012年，他入圍美國艾倫坡獎的最佳小說，日本推理攻進歐美最高殿堂的少數戰績之一。在聽直播家裡書架上有這本的各位，你們手上那本是拿過直木賞本格推理大賞年度榜單制霸，還打進艾倫坡獎絕險的怪物。所以這本書我不會報詭計，因為我沒看，不知道。好，我知道大家都叫我去看啊，有，我去買，就是缺了嘛。你看我這邊光隨便手邊一拿，就3本，再加一本《夢幻花》。所以我不是沒有看，是有些東西我跳過去了。但是沒關係，等下會好好的說。好，我們今天不是帶貨，我們今天就是跟你分享我喜歡的一本書。Dylan Hamilton 說，一本沒看過沒得選嗎？不選，一本沒看過，你先來聽個屁。好啦，所以沒看過的各位放心聽，看過的各位呢，
認真聽一下，我講的都是設定，不會爆雷。一個天才數學家食神哲哉，暗戀隔壁的便當店單親媽媽。某一天，隔壁出了人命，食神說交給我，然後湯川學就登場了。食神的大學同窗啊，唯一看懂他的人，整本書就是兩個天才對決，一邊是運用正統派邏輯的數學家，一邊是相信實證的物理學家。野圭吾為什麼這樣配對？他親口講過，我在想什麼樣的犯人能困擾湯川？如果要用正統派邏輯對付物理學家，那應該就是數學家了。因為就像這2天有2位出身中國大陸的女數學家得了知名的獎項，那東野圭吾自己在下筆之前有跑去訪問數學家。他說啊，寫的時候我見了數學家，我自己大學時代也做過相當專業數學，不好意思，因為那個工程師大學要做工程數學。真正的數學家頭腦的回路跟普通人完全不同。我數學很強，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這些數學家的世界觀我完全無法理解。而且最近因為 AI 的風行還有一個悲傷的故事，有一個這個中國大陸出生，然後一個姓張的數學家他很厲害，一輩子專攻一個猜想，結果他老師覺得他不夠認真，最後不願意推薦他，導致他有一段時間滿全美國到處打工，後來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個學校，結果 ChatGPT 證明這一個假想，這一個猜想根本不存在，他的一輩子就爛在這一個不存在的想定裡面了。你看有沒有這麼可憐？來，我這樣講，一個賣了幾千萬本書的作家公開承認，有一種聰明是我接觸不到的，這就是理工人誠實的，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那為什麼嫌疑犯 X 的現身放在等價交換這一章？因為整本書就是一本賬，食神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在支付代價，用他的天才、他的人生、他的一切去換一個女人跟他女兒的平安。書名裡那個獻身啊，日文原文就是獻上自己的身體、自己的命。我們事務所每個禮拜講的第3句話叫一切都是等價交換，你要什麼就得要付出什麼，沒有免費的午餐。東野把這條法則寫到了極限。當一個人願意付出全部，他能換到什麼？各位自己去看，我只告訴你，進出的這筆賬算得1分不差，分毫不差的賬本，就是這本書讓幾百萬讀者呼出來的原因。愛到極致不是得到，是承擔，這是數學家的浪漫，連犧牲都要最優解。所以小戴又幫我們吹了，各位有空，如果你是東野圭吾的老師的書迷的話，記得幫我們按讚哦，因為今天肯定流量一定不会太好，因為又要看小說，又要看我直播人不多。但是我保證我今天做的很認真，好不好？然後各位如果有空記得按讚，然後我們置頂還有投票，有沒有？這個投票就是你到底看過幾本東野圭吾老師的作品？還有11%的人看過20本以上哦，哇，好吧。我們繼續往下講啊，來第5章就要講這本書了，各位，惡意。惡意這本書非常有趣，我自己從北監離開之後看，1996年加賀恭一郎系列第4部作品，先給各位還沒看過的同學打個預防針，
這一章我們要討論這本書的結構，會碰到它的底牌。想保留完整閱讀經驗的，你可能現在先去上個廁所洗個臉，什麼東西的再說。但我建議你聽完，因為這本書的震撼不在詭計。我先這樣講，《惡意》這本書，你要說要爆雷很困難。為什麼？因為兇手一開始就自首了，所以你根本從大概前20頁之後吧，你就知道兇手是誰了。可是這本書雋永的地方啊，雋永的地方，就像 McKinsey 一樣 ，McKinsey 說他很喜歡《惡意》，我跟你講，我看了這麼多之後，《惡意》給我的衝擊最大，因為這本書的震撼不在詭計，在人性。我們先講一個犯罪小說的常識，刑警犯命案。第一件事情查什麼？查關係，查配偶，查家人，查情人，查同事，查債主，因為動機都在關係裡面。所以以前的刑警呢，就是會跑從身邊周邊去查，所以不要隨便聽網絡上瞎雞巴講，說他做一個貴金屬或者是稀有金屬的回收，那就是解放軍暗殺他。孩子，這個事情沒有這麼天真，你把時間都花在這個地方亂想了，難怪你收入做不了，搞不了太多。所以為什麼刑警通常都從被害人身邊人下手就破案了？那這才導致另外一件事情，真正難抓的是連續殺人犯，兇手跟被害人沒有關係。關係網撈不到人，只能靠側寫，靠行為模式去猜一個影子。美國的 FBI Quantico 的行為分析組為什麼存在？就是為了對付關係網失效的案子。他根本不在關係網，他根本就是走在路上遇到他，或者是他在身邊看到他，莫名其妙的產生的殺意。所以 Profiler 側寫師呢，從犯案手法反推兇手的年齡、職業、心理，本質上是承認常規偵查的前提垮了，我們只能從行為裡面撈一個理字。犯案的邏輯都是建立在一個假設上面：殺人要有理由，犯罪要有動機。動機是一切偵查的羅盤，拿掉動機，整套辦案系統就失去方向。《惡意》這本書呢，早在30年前，他就率先推翻這個假設。他反着寫，犯人早就抓到了，也認罪了，全書只剩一個謎：為什麼？但是我跟你講，這本書看了真的很燒腦。我整本書從頭到尾看完之後，我發現，我是不是漏了什麼？沒有動機呀。被害人沒有任何對不起加害人的原因，他沒有虐待他，沒有苛待他，沒有抄襲他，沒有任何對他不好的。實際上他對他很好，實際上他照顧他，實際上還為了加害者挺身而出，沒有理由啊。所以我整個看完，我想說，看是不是我漏看了什麼東西？是不是我忘了什麼東西？是不是我沒看懂？我還跑去問 Brock， 我說不好意思哦，《惡意》這個書為什麼我從頭看到尾，我發現加害人沒有明確動機嘞？他的確認識這個人，但是有需要這樣毀掉對方一輩子的名節嗎？有需要這麼恨？是有殺父殺母之仇，還是阻擋了對方的財路嗎？看，我發現掛爾跟我講說，不好意思，就沒有。媽的，他在這一篇裡面，東野圭吾要強調的就是，就像江戶時代的夜半世刀一樣，
就是有那種人莫名其妙的對他身邊，即使对他好，即使幫助他人，忽然之間痛下殺心。你走在路上就被一個武士貴族士刀給砍了，怎麼抓到人呢？抓不到人呢。各位，所以我要講這本書惡意我強烈建議各位去看。人類的惡意深不可測，這世界上真的存在有毫無來由的惡意呀！你不需要跟他有深仇大恨。拜託，我去台北監獄我都去過了，我告訴你，你去過那邊才知道，惡意可以沒有來由，惡意可以out of nowhere， 你再怎麼提防，你提防不了背後有人惡意捅你一刀。你要經歷過社會鞭打才會知道，有的時候就是人家討厭你，你對他再怎麼好，你對他再怎麼恩重如山，他就是會恩將仇報。所以這本書，我跟你講，這本書很薄啦。我強烈建議各位認真看，就這麼薄，就是惡意。野野口修跟加賀恭一郎，這是野野口修就是兇手。我跟你講，這個沒有爆雷，他一開始就告訴你他是兇手了。然後加賀恭一郎，這是他第4本作品，我強烈建議各位看，然後你就會明白什麼叫做公理，什麼叫做正義，什麼叫做遠近親疏。通通沒有意義，他就是討厭你，他就是恨你，然後他就是要徹底毀滅你。所以各位，惡意這本書教我們的事情，我直接用3句話收尾。我知道 Dylan Hamilton 講的現實可以無動機，但小說不行。沒有，這個小說還是抽絲剝繭到了最後一刻，但是你發現所有的資料全部不足以構成這麼強烈而純粹的惡意，因為這才是真相。看，這你真的博客來可以買啊，我沒有帶啦，我沒有帶過這本書。看，這真的超，還不是天生的壞胚子，就是他莫名的就覺得你對他好，他沒有必要對你好，甚至他想要反撲，他甚至不是嫉妒哦。他媽的，他就是要搞你來，所以我這樣講，我跟你說一下，你看完這本書，跟你在社會上實際經歷之後，你就知道，你被社會鞭打過，你就明白，真有毫無來由的惡意，真有毫無原因的嫉妒，真有原因淺薄的殺意。這是30年前的小說。大部分的人如果早點看，你就會知道，本台常講的另外一句話絕對有道理：有朋自遠方來，非奸即盜。這世界真有這種人。你以為每個人都有很強烈的犯罪動機？沒有，他媽他就是搞你。所以人的惡意就是一個無底深淵，真相總是傷人啊。最傷人的真相是，有些傷害連理由都沒有，連理由都沒有。不要說我反社會，媽，我在台北監獄蹲了1年，我還能夠不反社會，已經是我對這個社會的慈悲了。所以啊，這邊跟你推薦這本書，它也不貴，我也不需要帶貨。現在搞不好都缺貨，搞不好我們一賣又沒有，我們就把錢給別人賺吧。我跟你講，就是蹲了，我才明白這個社會它本身就是反社會。你不知道，你不懂了，对不對？你有沒有看過一個辛辛苦苦離開重慶出來當漁工的人，最後因為被凌虐了好幾個月，最後把他的船長給殺了，最後無期徒刑？你沒看過對不對？我看過啊。那你說這要怪誰？
你說這是惡意嗎？這反而不是惡意，是這個社會充滿了惡意，導致你想要做一個好人，你是做不了的。你是做不了的。所以啊，我跟你講，我到任何地方我都覺得有學習，學了1年，好不好？所以我們就繼續往下看，你自己看這本書，你會有不一樣的想法。來，我跟你講，我們還是要講，我在北監的時候看了很多書，大概有400本有，所以導致我最近一直在寫這個北監感悟跟經歷的書的時候，媽寫不完，太多篇了。我看了其中一本是東野圭吾的《祈念之樹》，它的日文原文叫做《楠木的守護者》，是一棵可以傳遞思念的樟樹，一個菜鳥守護者慢慢摸索的故事。你知道，在北監這種早上6點要起床，晚上9點就要睡覺的地方，你可以讀到這本書，是很溫暖的書。這本書很好，但是我把它留在北監了。我希望下一個學弟呢可以看到，搞不好蔡正元博士會看到那本書也說不定。來，他給我很多啟發，關於思念怎麼傳遞，關於一個人怎麼在被指派的位置上把事情做好。但是你能夠想象嗎？這本書是哪來的？我這樣講，我多解釋一下。北監1個月，你只能從外面寄進去3本書，那3本書我他媽3天就看完了，那剩下27天怎麼辦？每半年有一次書展，你可以無上限，你只要有那麼多錢，你可以無上限的去買書。那結果我買了那個《祈念之樹》，書打開一下，5年前上市矯正機關告訴你說書展是教化措施，但是你去實際上參加裡面的書展的時候，他是把5年前的滯銷書拿來當教化。那我這樣講，這個有效有用嗎？好了，這個就不用多談。我跟你講，挑厚一點沒有用，因為你最多10天看完，你還會有20天沒有事做，所以很無奈啊。來，在北京我還看了另外一本書，叫《假面飯店的前夜》，是《假面飯店》系列的前傳，青田浩介跟山岸尚美相遇之前的故事，是小單元的日常，就是每一個人都做自己的事情，然後解決的一些謎團，飯店人跟刑警的工作交織。那這個故事呢，像精品一般的細緻可愛，比伽利略的湯川學更有人味，因為飯店人跟刑警的交織很棒啊。但是當時我在写那个感想的时候呢，我就说，我跟你講，我出獄之後呢，要把整套假妹飯店系列讀完，但是拖着拖着呢，沒有做，所以這個約定呢，我昨天兌現，我下定了假面飯店全系列，我叫我兒子幫我去那個蝦皮上面買，但是作者7月23號走了，所以這個很無奈啊，很無奈。這個 Dylan Hamilton 潘兄又無動機抖內人間的惡意。我跟你講 Dylan Hamilton 我真的推薦你去看《惡意》這本書。這個世界上真有沒有動機的惡意。好，有啦 Ethan TW 說那個東西我也聽過。在美國，如果監獄裡讀的書沒讀完就出獄，出獄之後會再回去監獄裡讀完。不好意思，我都讀完了。你看我真是很閒。Ethan TW 跟出購物，謝謝你們的抖內。那我這個禮拜應該就會收到，我趕快把那個假面飯店系列看完。我覺得那是小品系列，沒那麼重。但是當我下單的時候，我不禁想到，作者7月23號走了，
他不可能會知道有一個台灣人在監獄裡面讀他的寫的前傳，跟自己約好出獄要買全套，他永遠不會知道。但是這筆訂單成立，我承諾的事情是對自己的承諾，書一定會到，故事會被讀完，作者跟讀者之間的約定本來就不需要兩個人都在場。這大概就是《祈念之樹》這本書教我的事。思念的傳遞從來不是即時通訊，是寄存。他把要說的話全部寄存在106本書裡面，領取期限是永久，你隨時想到隨時可以領。那個 McKinsey 你可以去看《祈念之樹》難得的一本溫馨作品，也是東野圭吾晚年的一個轉彎。林浩馬說你太單純，你需要看《惡意了解人性》，你去看，看完之後你会發現一头霧水，為什麼沒有理由？因為人的惡意就是沒有理由所以在聽直播的各位，人生有的时候就是這樣子的，你在最低潮的地方讀到的書，會在你回到地面的時候，用另外一種方式跟你結算。金盞花，我覺得東野圭吾，我個人認為寫得好的反而是他晚年的作品，因為他晚年就轉向奇幻跟溫馨走向了。好，我知道McKinsey看過了。好了，出獄之後呢，我又看了《惡意》瀕死的凝視，最近又重讀了《夢幻花》，一路下來，我發現一件事情：東野圭吾老師呢，越老越溫柔。所以各位記得要按讚然後我們置頂的有信功的頂級台灣豬肉產品，它的香腸真正好吃，然後還有這個紐西蘭、日本、韓國的進口水果也很棒，那都是用最高級的快遞方式寄到你家，好不好？那所以不要擔心。McKinsey 說反而假面飯店我還沒看過這個是風格不同的關係。來，我們把東野圭吾老師的年表攤開來看，有一條很清楚的轉折線，也就是他的人生多半是跟湯川學一起轉變的。什麼意思呢？我在這邊用我有限的讀書能力跟你分享。他是慢慢從一個工程師在下筆的過程當中學到了人性的難測跟人性的挑戰跟整個社會真正的狀況，所以在這28年間呢，一路走來，放課後、惡意、白夜行、秘密都是詭計、惡意、深淵。但2012年開始畫風變了，畫風變的是什麼？畫風變了，解憂雜貨店，一間可以跟過去通信的雜貨店，被稱為東野史上最催淚感動作。2020年的《祈念之樹》，一棵傳遞思念的樟樹，寫了30年人性之惡的人，晚年開始遞出人性中的光明面。為什麼？他自己親筆解釋過其中的一半原因。卡多卡瓦角川書店的雜誌呢，看過他談解憂雜貨店的隨筆。他說他從小熱愛時空穿越的故事，夏之門、回到未來、穿越時空的少女。他寫過時生，這次想再玩一次穿越，但是這次沒有任何人穿越，時空移動的不是人，是信。如果能跟過去的人通信，我會寫什麼？小戴說很高興看到你製作這個系列的時候 ，without anger， 沒有憤怒的情緒。我現在沒有很憤怒，我每天睡得好，做運動，除了中午像一個白痴一樣坐在餐桌前等了40分鐘，覺得菜怎麼沒來之外，我現在過得很開心。來，所以時空穿越，東野圭吾寫的是裝置的起源，不是溫柔的起源。溫柔的起源，我認為藏在另一年，到了2011年的時候，311大地震那一年，
泰晤士報訪問他，問他會不會把災難寫進小說。他的回答是說：“我是小說家，我在小說裡間接表達想法，我不需要明講。他不是評論員，他也不是政論家。這場災難我會不會寫進作品裡面，我不知道。但是重要的是，永遠不要假裝它沒有發生。”隔年，解憂雜貨店就出版了。過去的人寄信給未來，未來的人回信給過去，每一封信都在對困境中的人說：“撐住。”再隔一年，2013年，夢幻花出版，拿下了柴田練三郎賞。夢幻花這本書哦，各位，它表面上讀，我第一次讀的時候，我看懂了它表面上的意義是傳承，是整個背負歷史的概念。但是當我這幾天又重讀了一次之後，我發現了另外一件事情。夢幻花這本書啊，是2013年出版，柴田練三郎賞，那是福島核災之後2年，全日本廢核聲浪最高的時刻。東野跟主角蒼太的設定是什麼？原子能工程系的研究生，在2013年的日本啊，這是最不討喜、最政治不正確的主角設定，他偏偏就選這個。我到時候應該要推薦這本書給黎明老師看才對啊，因為他可能沒有意識到，在一本推理小說裡面，有人在暗自的把對未來工程師的期許顯了進去。而且東野圭吾老師是先把悲傷寫到底。書裡面有一場對話是蒼太跟前奧運選手李乃的對話，我念給在聽直播的各位聽。李乃問他大學研究什麼，蒼太的嘴角，因為李乃很羨慕，說你邏輯這麼好，你的分析能力這麼強，跟我簡直是不同世界的人。李乃是游泳選手，那這個蒼太的嘴角露出了自嘲的笑容。我在無用的事上浪費了時間，那些研究完全無法發揮任何作用。我研究的是惡名昭彰的原子能。李乃呢，只能接一句：核電厂嗎？那真的很複雜。然後蒼太呢，以一個研究生的身份，研究生至少讀了4到6年了，在這個專業領域。他說我們這些研究人員即使被人問起在研究什麼，也不知道該怎麼回答，或者是拼命想要掩飾。這是自作自受，只能說我們缺乏先見之明，還有這個領域的知識無法運用到其他方面了，恐怕一畢業就要失業了。各位聽懂了嗎？福島核災之後日本的原子能系學生連自己念什麼去看牙醫的時候都不敢對牙医師說被污名化的不只是一個產業，是一整個學科，一整群還沒有出社會的年輕人，他沒有做錯任何事，只是選了一個時代突然唾棄的科系。東野圭吾老師呢，把這種專業人士不知何去何從的窩囊寫得一字不差，因為他很明白工程師選擇的科系怎麼會忽然被時代拋棄了呢？但是這種自暴自棄走到最底，搬出來的是一個承諾。蒼太一路走到書的最後3頁的時候，他後來面對同學藤村，把最壞的假設直接搬上桌。就算日本政府宣稱2030年日本關閉所有核電廠，原子能研究依然有存在的意義啊！為什麼？為什麼？因為廢核
書裡面的論證各位聽好，如果打算廢棄，我認為比推動核電需要更高度的技術，因為必須面對世界上任何人都不曾經歷過的問題。廢核比永核需要更高的技術，超過50座核電廠的廢爐與核廢不會因為你討厭它就消失。這個世界上有所謂的負面資產，如果會自然消失，那我們可以不要理會；但如果無法消失，就必須要有人繼承，即使那個人就是我，也無所謂。然後昌太拿起藤村桌上那一支做成鈾燃料棒尺寸的3色原子筆說：“我決定繼續下去，繼續什麼？當然是研究啊！我要一輩子跟核電為伍。”在聽直播的各位啊，看清楚2013年的時空啊！眾人皆曰核能可殺，所有人都唾棄核能、唾棄原子能的時候，我這時候不禁要想，葉中光教授跟黎明老師到底怎麼度過那幾年的？他們班上的學生又是如何度過那幾年呢？在那個時候，東野圭吾老師用他擅長的推理小說挺身而出，替這一世代被污名化的核能工程師，替原子能這一門學科挺身而出，用一支筆形的燃料棒，從上一代工程師的桌上交到下一代手裡。這是一封工程師寫給工程師的穿越時空的鼓勵信，就像解憂雜貨店一樣，是預言般的勉勵，也是對於核能復興的期許啊。13年後，當東野圭吾老師過世的時候，我們回頭看，這一位作家從來沒有忘記自己是工程師，在任何可能的時刻，他選擇了甘冒大不韙，對工程師遞出援手，當真是我輩工程師的典範。所以啊，越老越溫柔這個說法，我只同意一半。東野圭吾老師不是變溫柔了，他是把不假裝不逃避的骨氣藏進了溫柔裡。解憂雜貨店的每一封回信，跟夢幻花的那一支綁制燃料棒的筆，都是同一只手寫，都是同一個心靈寫的。這個才是有趣的地方。有沒有覺得很諷刺？16年、17年之後吧，本來應該要核能廢棄的，結果沒想到13年之後，核能就要再興了。我們繼續往下講，你看看這個是一個多麼特別的狀況。什麼意思呢？我們來盤點一下東野圭吾老師留下了什麼。106冊的著作，不含合著，日本國內累計發行量2023年就突破了1億冊。2023年的紫綬褒章，菊池寬賞，日本推理作家協會理事長，做了4年，直木賞選考委員做了5年。他不只是作家，他後半生根本就是日本推理產業的基礎建設。金盞花做得很不錯，解憂雜貨店我看了2遍，還把該書借給我的朋友群，讓他們輪着看。我跟你講，今天我跑去買書的時候，買了5000多塊的書，但結果我只買了一本東野圭吾，我其他買了各種各樣的小說來看，還有各種各樣科普，還有這一本啊，Common Sense，這是誰？Steven Pinker 嗎？
Common Sense，我将來會針對這個做一集直播。這本書很棒，有空我們會跟各位討論。但沒關係啊，我的其他的訂的書還在路上，所以之後遲早會買。來，影響鏈也跨出了日本。除了我們這一群在這邊做直播紀念他的網友之外呢，中國的推理作家紫金陳啊，也就是《壞小孩》跟《沉默的真相》的原作者，公開自述，他就是看了嫌疑人 X 的現身才開始寫推理。東野圭吾是我精神上的職業領路人，我最崇拜他的不是才華，是堅持。名氣那麼大還能保持高產，這表示創作就是他的生命。臭家苗呢是告白的作者，自稱是東野的粉絲，讀過他全部的小說。成為作家後最激動的事情是跟東野圭吾老師對談，追星成功，噠噠。然後是7月27號的下午，訃聞公開之後呢，日本網絡，我念幾條梗，在聽直播的各位聽啊，全部有據可查。推理作家就是以殺人鬼跟管系列的大師林葉行人啊，發文只有一句話：接到東野圭吾先生的補報，絕句。絕句是什麼意思？說不出話。不是那個乃敢與君絕，是這個伯牙跟子期的廣陵散的那個絕句啊。2個小時之後呢，林葉行人老師又補發了一張照片，去年3月他跟東野的合照，配文是寫什麼？最初也是最後的雙人合照，那時他看起來還很健康，57000個讚。集英社文庫列出他們替東野出過的每一本書，說常年將無可取代的物語托付給我們，深深感謝。京都的完善書店設了追悼專區，日本推理作家協會的小編寫，今晚我要一邊讀東野作品，一邊為他祈福。順帶一提，那個什麼鳩書店是不是？就是那個鳥啊，鳥書店。目前並沒有排出來東野圭吾的紀念專區，所以我在那邊找，順手買了很多別的書。還有一條18000讚是一個普通讀者寫的，我覺得寫的最好。他說這本書呢，將在作者已經不在人世的狀態下出現在店頭，而書名偏偏是永遠的記憶，我無法不從中感覺到意義。發售日那天會拿起這本書的人一定很多，不過那是日文書，希望台灣的作品早點出版，好嗎？那最後啊，我要念那個福山雅治演了湯川學19年的男人，當晚10點發文，他說作為東野老師作品裡面的一名助人，活到今天的我，對老師灌注在作品裡的生命感覺非常非常近，老師的命現在仍然在這裡，所以我還說不出告別的話。10萬人按的讚沒有人催促他說再見。在聽直播的各位注意到一個細節，臭家苗、公部美信、一坂幸太郎這些大作者到我們直播的這一刻還沒有發文。有些人的沉默還在持續，不是冷淡，我們沒有要說什麼他不發文就是冷淡，而是有些告別需要更長的時間找措辭。連林葉行人這樣子的大師，第一時間也只寫出2個字絕句，所以不要挑剔了，不要挑剔了。對了，補一段側寫，《泰晤士報》的記者當年形容東野本人寡言不笑，不願被拍照，拒答私人問題，但聊了1個半小時之後，發現他是害羞，不是傲慢。
他其實謹慎精確，談吐流暢。就在那一次訪談裡面，這個不愛講話的作家說了一句重話，我原文念出來，不加詮釋。他說什麼？他說民主在這裡指的是日本，仍未真正建立。我們當年必須要選擇建立一個為人民服務的國家，還是讓人民為國家服務。我們選了後者，那是我們的大錯。這句話他說於西元2011年，15年後的日本選出了一位什麼樣的首相，走到了哪裡，跟這句話有什麼關係？那是另外一集的題目，我們到時候再談。今天我們就把這句話留在這裡。現在日本對外人真的很不友善。來 ，East Chain 說感謝朱大分享東野圭吾老師的小說。TOTW 說第一本看是秘密啊，後來看了伽利略之後，就乾脆48本全集 K 完。有幸和同好在老朱這裡相識，謝謝。金盞花說斗內給同愛東野圭吾作品的朱大，東野老師可說是著作等身。沒有，是我們今天所有的書迷在這邊一起聊一聊。嘎嘎咪咪口說按讚，哎，各位記得按讚啊。那今天的斗內標準呢，就是這樣子。XYZ 說，個人誠以為東野已經能比肩亂步跟清張了，松本清張跟，哎呀，忘了什麼亂步老師啊，算了，可惜走得早了一些。那我覺得沒有走得早啦。第一個，他68歲，其實也算年紀不小了。第二個，他寫作速度很快，所以這個作品很難，你很難講說這個樣子。尹說感謝朱大做這一集啊，江戶川亂步啊，對呀、啊，江戶川亂步啊，你看我就是記名字很不容易記，對，江戶川亂步，對不起，對不起。來，今天要下結論啊，因為這一集是追思東野圭吾老師，我們也沒辦法隨便一灌到2小時。但是我想要跟各位分享，他的作品真的值得看。你如果沒看過，我建議你看，因為從此江城絕響。所以講到這裡，事情其實已經很清楚了。我們今天講的不是一個作家的不文，是3條定律的驗證報告。因為我本來一直以為啊，湯川學的故事會永遠發展下去，新刊會一直出，福山會一直演，真有趣啊！這口頭禪會一直講下去。福山雅治幾年前說過一句話，當時聽是玩笑，現在聽是預言。他不寫了，我們的命也就到此為止了吧。7月23號寫的人挺筆的，但是各位賬還沒有完呢。8月5號永遠的記憶上架，湯川學的最後一案會在作者缺席的狀況下開庭。一群作者呢會拿起那本書，一群人呢會替一個已經不在的人看見這個案件的公開。全日本的書店會排隊，台灣可能也許它上市的時候也會掀起搶購。而這個書的名字叫做《永遠的記憶》，讀者以為的永遠跟書名裡面的永遠，在7月23號那一天變成了2種意思。我們用3句話來收尾。第一個，真相總是傷人。惡意這本書教的就是有些惡意沒有來由，有些傷害連理由都不會給你。今天最傷人的真相是106本之後呢，沒有第107本。這件事情不會因為我們難過就改變。東野圭吾老師自己說過，重要的是永遠不要假裝它沒有發生。好，我們不假裝。TLTW 說時間快到了，先補一下。好，麻煩同學們幫忙按讚。有 OK 啊，這個
我們這禮拜3還禮拜4啦，就來講中俄合作。我跟你講，那個狀況比你想象的要嚴重多了。不管是潛艇，不管是無人機，中俄現在變成相互扶持啦。台派不敢面對，你之後要打什麼啦？魯魯米說：“謝謝朱大做這一集紀念東野圭吾，我也希望不用做，但他就是這個樣子。”來，科學終將勝利哦，是湯川學用了28年證明現象必有解釋，事實實驗勝過雄辯，而東野圭吾用一輩子證明了另一個版本。一個國語、社會、英語都不行的人，靠着理工的方法拆鬧鐘的手，寫贏了全日本的作家。科學的勝利不只在實驗室，也在稿紙上面。等價交換是什麼？東野圭吾老師在《夢幻花》裡面寫，負面資產如果不會消失，就必須有人繼承。他自己的資產是正的，106本書賣了超過1億冊，一整個世代被他點亮的理工魂。但規則一樣，必須有人繼承。繼承的方式很簡單，把書拿起來讀。食神的賬本教過我們，付出全部能換到什麼？現在輪到讀者付了，你付出時間換他寄存的思念，這一筆交換永遠有效。還有最後一件事要講給在聽直播的理工人聽，東野圭吾這一生對台灣的理工人有一個特別的意義，他證明了沒有選擇餘地不是終點吶，因為一個因為文科全爛而被迫念電機的少年，最後用理工的腦子拿下了文學的王座。你現在做的事情不會困住你的，它會變成你的方法，跟着你去任何地方。那些你犯過的錯、走錯的路，終有一天會讓你成為現在的你自己。他27歲得了亂步賞之後，苦撐了10年才翻身。各位啊，10年了，堅持這件事情，對岸的作者紫金城看得最準。他最崇拜的不是東野的才華，是東野的堅持。我在北監許下的承諾，昨天兌現了。假面飯店全系列我把都定下來了啊，書會到。但是東野老師人已經不在了，但《祈念之樹》這本書早就把答案寫好了。思念的傳遞呢，不需要2個人都在場。這一集開頭我說過，我們不哭，我們會用他最尊敬的方式送他。現在收尾了，我說到做到，沒有一句一路好走，沒有一句天堂繼續寫作，他不需要一個把人生整理成一個閉環的工程師，需要的只是有人把閉環裡面的東西讀完。湯川學的最後一案，8月5號開庭，證人席上坐的是我們的所有人，我們要去目睹這件事情。好了，今天的直播呢比較短，那这個各位，我也很期待8月5號，或者是等到台灣，也許是10月、11月吧，這個最後的記憶中文版會出來。哦，尹說看東野老師是說，對我來講最困難的部分是理科的部分。哦，你看原文書，你看日文哦。哦，我還都看中文呢，不好意思。這個魯魯米說，我怕看完惡意心情差，再也不相信人類。你本來就不該相信人類，你要相信你自己。人家對你壞是他的錯，不是你的錯。你對人好是因為你人好。TOTW 說時間快到了，先補一下，麻煩同學幫忙按讚，謝謝，沒問題。不是同一個台灣人翻譯，惡意是誰翻的？
樓美蓮，然後因為它是不同出版社，夢幻花是王韻杰，王韻杰是比較多的譯者，但是不是每一本都是他譯的。我看看啊，這一本的翻譯是誰？媽的，找不到翻譯的人。好，這一本也是王韻杰啊，《瀕死的凝視》，這本也是王韻杰。張系國老師的挑戰就是他太過拘泥於文以載道，寫科幻小說嘛，就是嘛瞎啊，不要好，就是這樣講。金盞花說，如果沒有看過東野老師作品的人，建議可以從解憂雜貨店看起，真的會引人入勝。可是我立場有一點不一樣，你從解憂雜貨店看起的話，你可能就以為東野圭吾是一個暖心作家，但其實他不是啊。其實他不是啦，所以各位，我們的这個斗內的那個狗皮膏藥來啦，有綠界，然後有支付寶，有微信，有 PayPal。那謝謝 Dylan Hamilton PayPal 抖了我一些。還有，你不要受到解憂雜貨鋪的電影影響，就跟你要看那個深夜食堂，就看原著就好了，不要看除了日本的版本之外，你不要看媽老共那邊還有什麼，他還把老壇酸菜牛肉麵拿出來講嘞。有小戴說，讓我們 Let's break our own record, break the live record。今天有點困难啊，我們就繼續按讚。哦 ，Sniffer 說對啊，你第一本就看解憂雜貨店，所以誤會了，對不對？那個東西是人生轉捩點，他人變成一個暖心阿伯，但是在那個之前，他可是走過一大堆的挑戰的。所以解憂雜貨店，我真心勸你要看書，電影什麼的都不重要。但你如果是喜歡帥哥的話，那你就去看福山雅治的湯川學，好不好？McKinsey， 我就知道 McKinsey 一定覺得看怎麼沒有本格推理的，就不是這樣子。372，各位目前370個讚啊，這個 L 小戴幫我們在 push， 看能不能達到這個400個讚，應該可以吧？不行也算了。Little Moxa 說假面飯店電影可以的，可我不知道假面飯店有電影的。我第一本也不是解憂，我第一本好像是看，我看看，我第一本好像是看偵探伽利略，幹，我第一本是看這個。新參者之後再說。推理探案內容強是哪本哦？如果 Mars VIP 你想要推理探案內容強的話，我覺得嫌疑犯 X 的現身，嫌疑犯 X 的現身。小愛參上說，我第一本是惡意哦，哇，那你第一本看惡意有沒有對人類瞬間失去信心？惡意是真的一定要看，因為你才會明白這世界上你有許多東西看不懂，說為什麼這個人會這個樣子，那個人會這樣子，為什麼有人要背後捅你刀，為什麼要陷害你？我告訴你，不需要理，這社會上就是有深層的惡意哦。XYZ 呢？這個說東野的書看推理，先看嫌疑犯 X 的現身，然後湯川學系列加賀走一郎嘛，幹我又忘記他名字，就加賀系列都看。然後你要看人性，就看百葉行、幻夜跟惡意，真的又細膩又可怕。沒錯，我同意。惡意就是不需要理由。我跟你講，人生我搞了到現在這個歲數，我才明白，幹媽早說就知道。還有順帶一提，因為這幾天瘋狂的用 AI，所以我的 Cloud 已經進入到 token 充足的狀況。我已經買了那個20倍的，一個月要交8000塊的東西了，所以最近可能會陷入缺錢的狀況。這個白小洛
斗內說，我沒覺得東野先生越老越溫柔，感覺他一直在耳提面命，現實跟人性遠不是你想那樣，就這樣反覆敲我腦袋，敲到懷疑人生。看被敲那麼久，真的很慘。然後這一位網友斗內什麼照，好，謝謝你斗內，但沒有留言，希望你今天可以同時看這本書，好嗎？然後什麼 H。然後這個是誰？什麼中說亂一下？什麼乙？謝謝你的斗內，但也沒留言。對啊，昨天白小洛我再念一遍哦。白小洛說，在日本時就追福山雅治的《神探伽利略》小說，最喜歡是惡意。但是你要去過北間，你才知道這本書的身體地形是什麼狀況。沒想到在朱大浙得知他的死訊，早知道今天不看了，並不是好啊。白小洛說的沒錯啦，但是你應該這樣講，你應該要相信人類，但不要100%相信人類，因為人類不值得相信。什麼什麼偉，謝謝你的斗內，煩死了。這個昨天的網友什麼什麼學說前面沒聽到，但是臭中離媒體人就是讚，不要只看最後面吧。這個什麼什麼林說，多謝朱先的認真工作，受益良多。他大概是看前幾天的那個歷史整理什麼之類的。什麼什麼名，謝謝你。什麼什麼偉，好。乙說看完惡意腦袋空白很久。Chang 說東野圭吾的本格派喜歡，但社會派都虐心，這倒也是。可是他講本格派的時候是走邏輯路線，社會派呢是告訴你人生真相，所以鋼鐵的邏輯有柔軟的一面。松本清張的殺人村哦。尹說惡意那一本是第一次覺得日本人跟我們想的不一樣嗎？我跟你講，我這幾年的感想是沒有什麼不一樣。你如果說不一樣，是台灣人搞比日本人更壞。我小戴說還差7個讚就到400啦。謝明峰跟上，你今天到的比較晚哦。對啊，我也是這樣覺得。雍碰 KYY 說東野圭吾的本格不是真正本格，就他已經是演變之後的本格了。這個陳慧君，謝謝你的斗內。紫金你此裡撈不到魚，幫補一點 token 的耐久值。謝謝你最近謝謝你來斗內，你最近比較少見到啊。Mars VIP 說 Kimi K3 權重開放了，朱大可以試試幹排隊嗎？排到不行，好不好？East Che 說我只看過解憂雜貨店，下一本打算在朱大的推薦下看惡意這一本。我跟你講，我看推理小說，我有很多意見，廢話要說，林業行人的殺人鬼最雞巴了，好不好？都沒有理由，他比惡業還要不講道理啊！媽就是殺，你反正永遠打不贏。沒有，假面飯店有3部。HHY 說小時候無法理解，怎麼可能為了這種雞毛蒜皮的事殺人？長大的時候還知道，就是會比死一般的動機。汪洋一般的殺戮，你如果看久了柯南系列你就知道了。對，假面系列5本啊，看不對啊，我怎麼買了4本而已？對啊 ，McKinsey 說絕對是為了小事殺人，所以柯南教我們，但是柯南教的有一點諷刺啦。但我們不要再多講了。今天直播跟大家一起紀念東野圭吾老師，我們希望他這個湯川學的最後一案呢可以大賣，好不好？Mars VIP 說我喜歡福爾摩斯，所以 X 我當入門書了。好了，耶！我小戴很開心，我們現在到400了，來，最後投票時間到了。
各位，如果你覺得今天的腳本寫得好，講得也好的話，請按1；如果你覺得腳本好，但講得不好的話，請按2；如果你覺得腳本不好，講得也不好的話，請按3。好吧，來投票時間，投票。哦，假面飯店還有一本沒有翻譯啊。對，我市面上目前只買到4本啊。我在北間先看那個假面飯店前夜，你知道嗎？這很妙啊。好，今天地瓜妹又來投票了。所以各位有空可以分享一下你看东野圭吾老師系列作品的東西，在留言區就當我們一起拿着蠟燭在那邊參加。甚至我這樣講，這個瀕死的凝視已經變得有點奇幻類型了。秦明說今天熊本地震，日本都在救災了，但不好意思啊，我跟你講，日本最近那麼排外，你要叫誰能夠弄出那麼大的友善跟信心呢？媽，我最近在Threads上面看到一堆台灣人在幹，說你們為什麼那麼喜歡高市早苗？我們都要被趕走了。我交的稅那麼多，你們憑什麼這麼瞧不起該井？好啦，那我們還是希望日本的大家呢一切平安，但是在熊本設置台積電本身就不是很聰明的一件事情，好嗎？來，各位，謝謝各位今天的直播參與，我們下次再見了。來，各位，順帶一提，如果有人很會玩那個 Suno 的話，麻煩跟我聯絡一下。我最近在考慮要不要做一些開場的歌什麼東西的，好不好？跟大家說拜拜嘍，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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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